正在一點一點的攻破它的城堡。它的河流好啊，速大，因為這個醬汁早上吃光的，我就直接淋下去了。哇！他們這一間的是陽春麵那一種類型，可是我跟你說，你只要吃過真正的南投意麵，你就喜歡那種意麵。而且我剛才就站在這裡，然後看到裡面有2位帥哥，真的都是阿多阿雷杯，進去跟帥哥打聲招呼，點餐一下。小慧，我現在在台北車站附近的一條小巷子裡面，非常的隱秘。我怎麼來到這邊呢？就是因為前幾天我有在脆上面滑到，蝦土豆哥發的影片，他有去挑戰一個咖喱飯的挑戰，那看起來超好吃的，所以我就決定來了。交通也方便，我從北車走過來只要8分鐘。記得我第一次去錄大胃王來的時候，我走了1個多小時，從台南火車站走到第一家店。真的，那你有懷念嗎？蠻懷念，但就是那時候沒有教訓到，因為那時候其實錄的時候是夏天，我到達第一站的時候，其實我妝都已經化得差不多了。好，這是題外話，我們到了，在這裡，噔噔，然後它這裡還有這個海報，就是巨無霸豪華的咖喱挑戰賽，限時25分鐘，吃完不用餐費，還有獎金1000塊。那我們先進去跟店家報到吧。我在簽大胃王挑戰的同意書啊，因為其實這個都是有風險的，就是你要評估每一項。這我好久沒簽了，上一次簽已經是排骨麵的時候，晴光市場裡面的。好，我們的超豪華咖喱飯已經上桌了。哇，它是這一碗大碗的咖喱飯，包含這盆醬，還有1公升的汽水，總共是4公斤。限時25分鐘吃完呢，餐費免費。之外呢，還有1000塊的獎金。哇，它炸物種類真的很多，我這樣光看就已經有4、5樣了。豬排就有2種，炸牡蠣、唐揚雞、炸蝦，還有沙拉，還有溏心蛋在後面，被那個炸蝦擋住了。好，我大概心裡面大概知道怎麼吃了。那等等就請店長幫我們進來按計時器，因為就是這個挑戰是要由店家按的，然後嘴巴清空之後再給店家按，那就麻煩店長了。好，那準備挑戰開始嘍。好。1、2、3，開始。我要開動了。先这个，先處理，這是沙拉醬。先處理青菜，一開始先吃比較不會升血糖的食物，就先有個健康的蔬菜墊底，在後面再吃澱粉或肉類，然後我感覺飽足感上來就不會那麼的快。哇，冰上很多。哇，原本以為它青菜淺淺的，結果蠻深的。沒想到它的生菜沙拉蠻多的，吃完之後就有空了一個洞。青菜吃完，因為這個醬汁好像吃光的，我就直接淋下去了。哇！然後就剛好填補了那個洞，就像河流保護城堡一樣。豬排，它外面炸的外皮其實也不會刮嘴巴，因為我都有沾買咖喱醬，不會讓它那麼的尖銳。現在可以手放。豬排很嫩，可以
我這次先吃了2口豬排，先確認軟硬度，發現它其實是算對我來說蠻嫩的豬排，就不用很急着吃掉。然後我就改先吃溏心蛋，一樣一樣吃完，視覺消除法。一区一区消灭掉。蛋牡蠣很肥，可以多來沒關係，2顆有點少。唐揚雞。海裡游的，地上爬的。你先把料吃掉，等下吃飯不會覺得很单調嗎？沒驚，我留了炸蝦，因為我的飯跟炸物還是有在分配的。再吃一點飯好了，目前現在飯看起來很可怕。他們的咖喱是带有點微辣的，幸好我最近蠻會吃辣的，微辣对我來說 OK， 中辣我就不行了。鐵錘特效又出現，那你還說你很會吃辣？我感覺好像可以蘸到1盆醬。店長，我想要蘸1盆醬，我用這個續吧，謝謝。但我真的很想要誇獎它的米飯，它的米飯很好吃，很香，很 Q 彈。先把舊的醬吃完。我正在一點一點的攻破它的城堡，它的河流滑速大。咖喱醬全部解決，現在要新的一盤，注入新的河流。接下來炸物也要分擔了。豬排就有2種，一個就是比較大塊的里脊豬排，另外一塊就是比較小塊的腰內豬排。里脊豬排比較需要咀嚼，所以我就先找大塊的豬排，先把它吃掉。最後一塊豬排，飯才有一大碗。做一塊唐揚雞。我需要那1盆醬。那其實挑戰的時候，原本就有附1盤咖喱醬，是挑戰範圍內的。我發現就是醬都吃完了，飯還剩一大堆。幸好店家又說可以續醬，所以我又續了2盤醬，也是很順利的把它吃完。不然城堡沒有成盒，那還叫城堡嗎？一直等它吃掉。扎實的蝦肉，該你了。你是護國神山，龍中藍的喂，你此生無憾了，你是一個完美的咖喱飯。炸蝦就是護國神山這一碗支撐我的動力。其實我覺得挑戰重量裡面有一題對我來說都是加分項，因為呢，我吃東西本來就會配很多水，而且喝到最後有點打嗝，哇，更餓了。我就覺得這次可以順順的吃完，速度都蠻就是平均的原因，是因為我把炸蝦放到後面，
我每次的咖喱飯呢，我眼睛都在看着那只炸蝦。我只要把咖喱飯吃完，我就可以吃炸蝦了。刮乾淨吧。我是一個輕鬆的人，然後剛好吃到最後一根炸蝦的時候，還可以把碗裡的醬刮乾淨，做到一個吃光光的概念。收零啊，好，謝謝。成功，耶！雙倍辣。哦，店長你好，你怎麼馬上拿獎金進來了？受寵若驚。看到成功了，厲害！哇，謝謝，太感恩了，就是吃了你就是那麼大碗的咖喱飯。還有1000塊獎金，感恩耶！1000塊的加菜金，今天晚上吃雞腿了，加菜金，那就是現在肚子還有一點小餓，所以有點了一些飯後甜點來激腰幾類。飯後甜點來了，我點了我的心頭好的布丁，再來就是3種口味的泡芙，看起來都超好吃，抹茶口味、酸雅的，還有這個哇。杜拜巧克力，下面是巧克力，然後上面這一坨是杜拜巧克力，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奶凍，大家知道這個嗎？所以我前陣子就是有在 IG 那個短片上滑過，然後那個泰國的美登利壽司裡面的女員工呢，然後她端給人家之後就會跳舞，就是對，然後就一直端給客人，然後眼神很猙獰的感覺，然後跳到一半之後，然後就開始在那邊熱舞，超好笑。我就很療癒，遇到那麼依人的服務生，我就會很開心。雖然就是看起來臉會很害怕，但我其實是很亢奮的那種海妹。看她抖動，我就覺得很可愛。可愛。開動了，先從這個奶凍開始好了。它旁邊是搭配的芒果泥，芒果很甜。再來就是哇！感謝你的貢獻。这個口感很扎實哎，難怪它都不會滑出去。它有點介於奶酪跟寒天的口感。它芒果有丟席嗎？有，蠻甜的，主要是吃它的可愛。我想，因為我們這邊有3個人，給你們2個，我1個。哦，謝謝，必須的。我想吃杜拜巧克力的，這個可以。首先，它外面這一層泡芙是脆的，它是餅乾型的泡芙。裡面這個巧克力呢，它是走苦甜的巧克力，有點布乃尼的感覺，但是比布乃尼更加絲滑，完全跟它上面那個杜拜巧克力超搭。它這個杜拜巧克力的內餡呢，哇！不得了，它的開心果味道真的有夠爆濃厚的，這個可以是目前吃到最喜歡的。再來就是吃布丁，哇，切下去的感覺好厚重哦。它的布丁是走一個扎實路線的，我最喜歡這個，這個讓我有驚豔到。多買2顆杜拜巧克力泡芙。好，那我們飯後甜點吃完，那我們就前往下一家。沒錯，我今晚在台北車站附近的華陰街啦。聽說在這附近有一間排骨酥麵還不錯吃。我來了台北這麼多年，我還沒有在台北車站附近好好的吃東西過，所以就來找個台北車站附近好吃的店吧。這裡到了，點餐。將我們的排骨酥跟麵已經上桌了。錢碗咧95塊，內底的排骨酥肉咧有1地、2地、3地、4地、5地，然後呢，它有油麵、意麵，還有米粉、冬粉跟飯可以選。我是選油麵，因為它的意麵不是我喜歡的意麵，我喜歡的意麵是那種南投意麵。他們這一間的是陽春麵那一種類型，可是我跟你說，你只要吃過真正的南投意麵，你就喜歡那種意麵，有點像那種日式的那個拉麵的麵條。對對對，很好吃，那種意麵是我心裡面的意麵。那個呢就應該叫陽春麵，不准寫意麵。好，那我們開吃吧。我剛才拉的時候發現，它這裡已經幫你調好味嘞，就是你要挖到裡面，它就幫你加1匙的沙茶醬。蠻特別的。那我把它攪開，跳了。哇，當然1碗95塊也是不錯的。
先來吃它的排骨酥。最好吃的，首先它的排骨酥本身就有醃制過，所以吃起来非常的夠味，然後配上它的羹湯，哇，更滑順了。你看它的肉完全不柴，去骨的，它就去骨头，没有骨頭。我目前吃的每一塊没有骨頭，好吃耶。这個如果叫我單買在夜市的話，我 OK。羹湯的話，沙茶味蠻濃厚的。哦，還加了一點醋，所以有一點點那種微酸的感覺。它的湯的話，勾芡感比較嚴重一點，有點像台南的土魠魚羹的那種薄度。你看它的麵條都已經裹滿了那個羹湯。而且我跟你說，我有一個怪癖哦，就是一般我們去牛排館喝那個玉米濃湯，我喜歡吃那種已經勾到這個，你撈起來它會粘在湯子上。它口味也是偏甜的。沙茶是有加分的吗？有沙茶有加分，不然如果沒有沙茶的味道，就感覺好像在喝一個很甜的羹湯。然後它主體的味道啊，柴魚的味道還是偏濃厚，可惜呀、它沒有加香菜呀、香菜嘞！你平常去吃排骨酥湯麵，不是上面都會有一小撮香菜，然後還要撒胡椒粉，鍋上的胡椒粉嘞。好啊，北車附近就不要再挑剔什麼了。至少找到一間不錯的排骨酥麵，以後來趕車，說不定還可以來這邊吃晚餐。但我覺得這樣1碗95塊，我覺得算是平價的，就是以北車附近的物價來說，我覺得算是很合理的。因為不然外面現在1碗排骨酥麵也都是100起跳，95塊這樣1碗還是蠻大碗的，沒有愧對台灣的觀光啊！這碗95塊的排骨酥麵又把我拉回了對台北的美好幻想。這周台股翻紅啊！我非常的開心，但不知道這幾天是人道走廊，還是單純的上周跌太慘人反彈。但不過沒關係，我放長線，樂觀看待，不要把我當做綜藝節目。我這是吃播頻道，不要在乎我的長相。把它講成財經卡，我買的一張480的南亞科記憶體族群，現在這周不錯不錯，翻紅回來了，不再是記憶卡蛙，現在是記憶卡讚，記憶體，加油啊！下周看可不可以把你賣出去啊？哎，我跟你說，上周還給我掉到300多塊，哎呦哎呦哎呦！因為它前一天漲停，然後它就是到隔天的時候，哦，好像掉到480可以買，隔天就可以又賣掉來賺個零用錢。是不是隔天呢？隔天就摔到400了，就把我套牢了啊！我都是妥妥的韭菜啊！这樣大家放心，我也沒有買很兇，買那張就被套牢到現在。你是沒有本錢再買，我就沒有再買了。小資女本錢不多，身上還在留點扣扣。我們今天跟巷子好有緣哦，第一家也在巷子內，第二間也是巷弄內，該不會東西哈來美食吧？最後一間呢，就是我們剛剛有搜尋了一下，哎，附近竟然有賣意式冰淇淋呢。噔噔，最近傳統剉冰吃太多了，來一點外國的吧。而且我剛才就站在這裡，然後看到裡面有2位帥哥，真的都是阿多阿雷杯，那個臉盤很立體哦。繼續跟帥哥打聲招呼，點讚一下。它口味好多，幾乎都是水果的口味比較多哎。哇，有墨西哥，我一定要墨西哥。口味蠻多種的，有紅心芭樂、芒果啦，還有木瓜、酪梨的水果，前面都是一整排，後面呢就是他們比較獨創的口味。我選了開心果，因為我喜歡開心果，我是開心果控。然後另外一個口味我就請那個帥哥幫我選，他推薦歐龍茶，還有那個蜂蜜核桃優格，這2個都是他推薦的。我就選了蜂蜜核桃優格，然後它2球呢是150，就分量蠻夠的。意式冰淇淋。給你們吃一口開心果，哇，開心果有夠爆濃厚的啦，跟剛剛那個豆瓣巧克力有得比呢。而且它裡面還有開心果果仁，真材實料的。這個150我覺得花得很值得哎。再來就是蜂蜜優格核桃，這個口味的冰淇淋我倒是第一次吃。哦，這個一定要點，它的優格
有點酸酸的，剛好適合夏天。蜂蜜去中和了它的酸度，他們兩個就像是好朋友，趕快手牽手說，你要來跟我做剛起來烤米不？然後優格就說好啊。他們的小孩就是核桃，一家3口幸幸福福生活在一個碗，旁邊還有開心果當他們的寵物，一家5口。一家3口，我们一家5口。好。加我啊！我新加入的匯報一個實況，就是現在店內的客人超多，他們其實還有內用區，一直都有人在進去，就表示哇，他們這一家的意式冰淇淋真的是真材實料。刚刚的開心果泡芙跟這個開心果冰淇淋，你覺得最好吃的2選1？你硬是叫一個喜愛他們2個的人做出一個選擇，我只能選一個，我心裡面比較偏向哪一個，就是杜拜巧克力泡芙。這個開心果冰淇淋也好吃，真的很真材實料。重點是他們網絡評價有2000多則，4.8顆星哎，就表示這一家店的評價呢，真的都是每一個人很喜歡的，不是裝出來的。對，我剛剛以為他是台灣出生的。他們也喜歡台灣，我們也愛意式冰淇淋哦。今天很開心呢，在台北車站附近挑戰了一個咖喱飯的大胃王挑戰。非常好吃之外，還吃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吃的甜點，就想不到台北車站附近也是有很多很好吃的店家。我覺得像這裡可以來專程排北車附近一家的小巷弄，對，小巷弄的，我們可以自己去尋找，有一種就是觀光的感覺。因為我就說我是觀光客，應該也不為過。好，那謝謝大家收看，也請大家訂閱我的 YouTube、臉書跟 IG， 每一樣都趕快支持起來哦。那我們就下個星期禮拜5見，拜拜。